当春风轻拂鲜花，漫步遍野复苏。春意无阻，少年风骨，天下谁共筑？教育我，我定不负。或动辄千古，或落入尘土。人世间反反复复，谁人有感颠覆？破天地之苦，这一生傲骨。历练缱绻，我才醒悟。来一场豪赌，赌我不回主。不期望世人会将无畏的人都记住。换一把孤独，洒向这江湖。今朝过往，只见了一书。韩良，我想好了，读书没用，烦得很。我齐景春要跟你去闯荡江湖，我要快意恩仇，我要喝最烈的酒，用最快的剑。哎，别摸我的头，会长不高的。韩良，行不行？你给句爽快话。我钱都备好了，10斤2银子呢。哎，去，毛也没长齐，净说些大话。啊，小齐呀，先生，你的我耳朵做甚的？到底是谁打你打这么狠呢？那个姓左的。他呀，下手这么没轻没重的，是不是他讲道理讲不过你，恼羞成怒了？二师兄他倒愿意认输，可却故意说我读书再多，学问也超不过先生你，这不胡扯吗？先生你学问虽大，年纪也大呀，我年纪还小，总有一天会超越先生的。可他听不进去啊，非说要有本事，民间学问就大过先生，给我气的，趁他不注意飞起来就是一拳。虽然最后没打过他，哎，君子动口不动手啊。君子当坐如师，立如棋，礼从仪，史从俗，牢牢记住。小齐啊，你终有一天会长大，变得稳重。只是不知道到那时，你的弟子，或是你看好的孩子，还有没有你现在这份坚韧？骨子里还有没有所谓的快意恩仇？爹，今天你要是留他一命，我就死给你看！陈平安，你知道我一直都很欣赏你，但是对不起了。没关系，路都是自己选的。这是剑气。不要！先来！打住！太暴殄天物了。相亲相爱的一家人，打打杀杀多不好。你和你爹除了要把那颗英雄胆还有紫气书一并还我，还需要拿出你爹李家的符箓。但是这些只能救一个人。朱卢，你来选。恳请阿良前辈让朱路离开，我愿以死谢罪，不用遭了前辈的刀。我说过，朱路必须死。我求求你，放过他吧！
哪家孩子没有闯过祸，没有胡作非为过？洛儿他不懂事，求你原谅他吧！我求求你，求求你！陈平安，洛儿，这是个孩子。可以了，有些惩罚比死残酷多了。你们走吧，我不想再见到你们。阿良，有没有酒喝？酒有的是。但我告诉你啊，伤心的时候千万不要喝酒，容易变成烂酒鬼。快意的时候喝酒，说不定就能成为酒仙。你好，林守义。之前我们见过面了。我的真实身份是大黎长春宫的太上长老，市井百姓眼中的山上神仙。我相信你，所以我想试试看，能否说服你随我一起去大黎长春宫修行道法。我爹说有高人引我入境，还说如果我不明不白死在外头，他不会帮我收尸，因为一个死人是不值得那些路费的。话是难听了点，可却是大实话。林守义，往前走出一步，你就算走上长生桥了。感谢仙长好意，晚辈在此等候是为了亲口回绝。生在什么门户，姓什么，全由不得我。可该走什么路，我想自己决定。可惜了这块修道美玉了。陈平安，这一路走来，无论是齐墩山还是砍竹林，我试探过你很多次，如今是最后一次了。阿良，你莫非要走了？哎呀，当初在龙须溪边，如果你的性格不对我胃口，哪怕你是齐敬春挑中的人，我也不会跟你唠叨，只会留给你一头驴子，拍拍屁股走人。至于你能不能熬到风雪庙未尽出关，关我屁事。反正早死晚死都是死。虽然不知道阿良你的用意，但我多少也琢磨出来，是不是我跟齐先生认识的缘故，你才会这么伤心？齐敬春他死了。其实我猜到了，却始终不愿，也不敢相信。他可是齐先生。他跟你一样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傻小子。不是我阿良故意刁难你，这修行路上诱惑太多，恰好人心此物又脆如琉璃，经不起推敲。李怀的机缘，林守义的修道天赋，都可以换成钱，成为你陈平安的垫脚石。尤其是李宝平，多好的小姑娘，万一被自己信任的小师叔伤透了心，我阿良的心都快要碎了。既然齐敬春选中了你，还不愿过多试探，那就由我替他来做，看看你陈平安值不值得千锤百炼，是不是块真金白银。阿良，你放心，我虽然喜欢钱，但只喜欢我双手挣来的。我是怕齐先生会失望，怕我护不住宝平他们。阿良，你现在觉得我怎么样？要是觉得我不行的话，这门差事就你最合适。
哎呀，我阿良随心所欲惯了，不喜欢你的风格。你的那种迂腐，换成齐静春的说法叫正直。但是有些事情，又做得让我很痛快。对我阿良来说，路要自己走，人要自己做。你陈平安也该这样，不一定全部都像我，但是腰杆要够直，拳头要够硬。最重要的是，活得够久。当年我拒绝了一个少年的请求，我跟他说，他读书比练剑更有出息，毕竟这屁大点江湖没什么好的。也就酒还行，但我现在觉得应该对你也说一句，相信我，你练剑比练拳更有出息。怎么了？见到鬼了？真的有鬼！大人为何没有地界，甚至连一丝剑气都感受不到？徐大人出不出手是他的事，我刘裕身为兵部五选四郎中，亲手将他的脑袋拧下来。你就不怕他是那传说中的第12？我求他有那本事，老子还怕这张大寡蛋！放心吧，小王八蛋，这尊阴神修道有成，跟了你们一路，是有人专门派来接替我保护你。大爷的！哎，这些孩子交给你，最少护送到大黎边境野夫关。前辈，为何愿意相信一个来历不明的阴物？哎呀，你长得这么不近人情，一看就是面冷心热、侠义心肠。是因为像前辈吗？你说话挺逗啊！哎呀，小鱼小虾一边待着去！林怀，你是不是天天踩狗屎啊？你才踩狗屎呢！把那本断水大牙打开。全家都踩狗屎。好好研究，别浪费了。你要去哪？等等我。阿良，刚刚那条鱼是什么啊？很厉害吗？哎，有什么能力啊？哎呀，你倒是告诉我怎么用嘛！最后，毛驴谁要啊？阿良，你不会要死了吧？那你可要把你的宝贝都留给我呀！这点滚你娘的！有多远滚多远。
我大李铁骑奉朝廷之命缉拿叛贼，违令者少射。我这趟来大理，还有一件事。阿良，就是要跟有钱人唠唠嗑。我想告诉他们，齐景春不在意的事情，有人在乎。陈平安，过来。你在祁屯山用掉的那缕剑气，我过意不去。教你一门18庭的运气法子，就当补偿了。那人根本就不是什么风雪庙魏晋，身份底细更是一概不知，极有可能是11，甚至12境的危险人物。这次一定要闹这么大吗？无妨，我大理有这白玉京做镇国重器，不过是多一件的事。看好了。气若龙脉，取万山之祖令冲。此处为1庭，快过36关，至浮屠穴。此为2庭。击掠6洞9府，至垂杨府。此为3庭。行经百脉，气贯灵台至玉叶宫，此乃第4庭。绕行4至，经过百害之区，至此神府，此为5庭。气降至胸前，聚于云门府，内外调和行云流水，剑意界险，此为6庭。气至腹中，归于丹田。闻而不躁，冷而不凝，此为7庭。气至腰间，聚集于拳门。此腹中深藏不露的拳眼，积聚剑气深厚而不显，碍事而发，此为17庭。切碎剑奏，剑意深长，一剑出鞘，重击归根。至此18庭。记清楚没有啊？记住了，谢谢爸爸。等以后熟悉了路线，你可以尝试着慢行气机，慢才是18庭最有意思的地方。我赶时间，你们几个一起上吧。今天便是龙潭虎穴，也要放手一闯了。拼上一身道行，未必没有胜算。有个点眼力，你们长春宫的酒量没白喝。此等强敌，一生难遇。兵部司郎中刘裕，温泉。且人将文出灵虎过金龙，压得住吧你！许若，你真是个傻子，见到了这辈子最仰慕的人，
肚子里的问题是一个都没来得及问。祖母，你可知道这一架我为何要打？是因为母后要杀陈平安？离珠洞天的龙窑窑火旺盛，一个个本命祠被烧制而出，各方势力与大理买卖山头，划片分地，一代代金晶铜钱流入了大理国库。我大理宋氏经营离珠洞天数百年的收益，皆倾注于此。这白玉京是我大理最大的杀器，所以这场架必须要打。我大理要告诉整座东宝平州，若有山上神仙敢与大理作对，他就要先掂量掂量后果。哈哈，这大理皇帝倒也有趣啊，厉害厉害。小宝平，这算是世间品相极好的养介壶了，送你了。能不能借你那把侠刀降服一用啊？阿良，如果刀坏了，就不用还给我了，因为我跟你是朋友。这话暖心窝，我喜欢。放心好了。阿良，是不是还要干架？我帮你。帮你摇旗呐喊。哎呀，以前跟你们说我阿良有多强，剑术有多高，你们不信，还嫌我吹牛。你们呀，真是年少无知啊！我阿良这辈子就没吹过牛。护住他们！不是好事啊！如今斗力一除，我的修为很快就会恢复啊。这人间怕是待不住了。阿良，我爹和我娘亲还有我姐都离开我了，有我不骂你就是了，你别走行不行？这一路鸡毛蒜皮的短暂相聚，临了感觉还不错。你们4个一定要记住，每一个强者的自由都要以弱者的自由作为边界。真正的强者，他们的对手是天地间无形的规矩，是世俗力量的强大惯性。世人皆有生老病死的铁律，从来不会因为践踏弱者而强大，必然是遇强则强，遇挫愈勇。比如阿良，打完这波大理就要去别的地方，打遍那些个最强者。阿良前辈，我一定会好好修行的。陈平安，小小年纪，心思怎么这么重啊？这可不好，你是翩翩少年郎啊！哎，来，
给我叫一个。走了。原来韩良这么强，还是那种不讲道理的强。小子，一定要好好练剑啊！以后要跟我阿良一样猛，更猛的话，那算了吧，难得很。阿良，你放心，你可要说话算话呀！我一定会好好练剑，知道吗？阿良，你说的话全都记住了。老头子，你说的没错，有他们在，才是有希望的人间。这个人间，好看得很，好看得很呐。为了这样的人间出手，才是我阿良。经在此，13境之下，皆可上。今日练剑状态不佳，你的心不静，那来2敌1打吧。心自在，剑自来，一打，聊出自在好状态。选中之人，老夫来凑个热闹。不好意思，这宝物叶某就笑纳。秋波，漫船青梦压星河，但有也却无任何悲歌。小童坐静看山色，无问又长歌，所以站路渔樵也归客。河景山走江河，我知青山江河乐。父亲为人故人知我乐，洋洋心有抚慰歌，来个呼啸我，生生所念来人皆可得。突遇到明月一往情，问交会之音，借问人间知我只能有情。三尺瑶琴随过心，思却显得悲喜，孑然一身苍茫天地心。坐镇大离山河气运的12正神，我宋墨奉大帝皇帝敕令，命你们结剑，绝不能让这贼人闯入京城。我是赵大帝皇帝，
识趣的就滚吧！罪淫伤何胆？一斩要分出。大黎宋长敬任酣畅一战。阿良，不可以杀他！天上的是佛法远还是道法高啊？那就容我阿良跟你们打过再说。